反轉來得太快，據外媒報道，擁有60年歷史的加拿大國民羽絨服品牌 Canada Goose 加拿大鵝可能將被中資收購，收購方為中國私募股權基金博宇資本，報價高達13.5億美元，約合人民幣96億元。還記得這張照片嗎？8年前被譽為羽絨界愛馬仕的 Canada Goose 在北京、上海開出首店，瞬間引爆市場。京爺、滬爺們頂着零下10幾度的寒風，在商場外大排長龍，只為搶購一件象徵中產身份的大鵝。要知道，加拿大鵝價格不菲，隨便一件羽絨服的售價都在萬元以上，卻屢屢秒光。熱門款式在二手市場甚至被炒到2-3萬元。相比之下，國產品牌就沒有這般待遇了。前2年，波司登推出一款售價7000元的羽絨服，立刻被網友罵上熱搜，成了國籍一換罵聲過萬的典型。中國市場的瘋狂讓加拿大總部既驚喜又忐忑。其實，在上市後不久，Canada Goose 就陷入經營困境，市值1年蒸發超11億美元。華爾街毫不留情地給出賣出評級，公司被迫啟動大裁員。是中國消費者的超能力讓它在2022年起死回生，業績猛漲30%。CEO 也公開表示，未來中國市場對盈利至關重要。可惜加拿大鵝並未珍惜這次翻盤的機會。同年，它被爆出所售的羽絨服中80%填充的是鴨絨，而眾所周知，高端羽絨服普遍採用更保暖也更昂貴的鵝絨。更迷惑的是，品牌在宣傳中始終模糊材料的來源，僅強調使用產自哈特萊特的羽絨，隱隱傳遞地域優越感。更讓中國消費者憤怒的是，Canada Goose 在中國市場實行一經出櫃概不退換的霸王條款，拒絕執行全球通用的30天無憂退換政策，區別對待，明目張膽。這些爭議起初並未引起品牌高層的重視，他們更執着於維持奢侈品調性，在北京三里屯 SKP、上海的 RAPM、RFC 等高端商場持續布局。2024年還新進武漢 SKP， 但高投入並未換來高增長。2023年起，大鵝在華的銷售增長基本停滯，壓力之下，品牌不得不放下身段，將門店開進奧特萊斯折扣店，最終導致調性與銷量的雙輸。很少有人知道，所謂奢侈品牌加拿大鵝在20年前還是個小眾的專業羽絨服廠牌，主要客戶是登山愛好、极地科考人員，因產量稀少、品控嚴格，積累了不錯的口碑。轉機發生在2013年，美國貝恩資本以2.5億美元將其收購，隨後啟動全球化品牌改造，一邊加大媒體曝光，邀請明星代言，植入好萊塢大片，瘋狂炒作奢華概念，一邊將產品從20個拓展到200個，設計更潮流、更貼近大眾審美，成功將其包裝成全球頂流。可惜啊，流量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隨着中國消費者逐漸理性，加上波司登、始祖鳥等國產精品憑借更合理的定價和產品力強勢崛起，加拿大鵝的光環正在快速褪色。說實話，若真被中資收購，對於 Canada Goose 來說並未是壞事。其一，它近一半的門店位於中国；其二，如今中國公司完全具備運用國際品牌的能力。沃爾沃、始祖鳥已經是成功的先例。Canada Goose 的衰落像是一面鏡子，照見國際品牌對待中國市場的態度的變遷，也映射出中國消費市場的成熟與自有品牌的崛起。收購只是一個新的開始，能否真正的放下傲慢，讀懂中國，將是大鵝未來能否繼續飛翔的關鍵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